萧初然的话让马兰对自己的智商和判断有了新的认知，他立刻一脸我就知道的模样，扼腕叹息道：其实我早就觉得叶晨这小子不老实，天天给人看风水，收人家大笔财物，哪能一直不出事儿。萧长坤也感慨着附和：哎，我早该想到啊，早该想到，以前那么多全国闻名呼风唤雨的所谓大师，一个个最后不都爆雷了？有的人狼狈入狱，有的人干脆命都没能保住，那有的就是被人报复的啊。说罢，他问萧初然：初然，你快说，叶晨到底什么情况？萧初然看着父母仿佛看穿一切的模样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便说：爸妈，叶晨确实是得罪人了，就是看风水惹出来的麻烦，而且麻烦还挺大的，好像还闹出人命了。人家现在正到处找他算账，他怕连累我们，就安排我们去南太平洋躲一躲，他自己去其他国家躲风头了。之所以把你们的手机收起来，就是怕你们忍不住跟别人联系，万一被叶晨的仇家发现，咱们就麻烦了。他们找不到叶晨，但是能找到咱们，真找过来，说不定是会要命的。萧长坤紧张地问：那叶晨安排咱们去南太平洋，他将来不会也过来吧？萧初然便道：叶晨说了，事情不解决，他不会来找我们，也让我们不要找他，更不要回去，不要跟以前的亲朋联系，踏踏实实在南太平洋隐姓埋名的生活就好。马兰紧张地问：咱们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着啊，咱们到了南太平洋怎么生活？没钱没关系，岂不是要上街要饭？萧初然说：妈，你放心，叶晨都安排好了，他早就把汤臣一品的别墅悄悄卖了，跟买家也协商过，让他们等2月2龙抬头之后再收房，只是没告诉你们。还有爸开的那辆车也都已经卖掉了，刚好咱们那套别墅现在涨了不少，折合美元已经价值3000多万，再加上车，还有叶晨这段时间给人看风水攒的钱，差不多有7、8千万美元。这么多钱啊！马兰立刻紧张地问：这些钱都去哪儿了？该不会都让他卷走了吧？萧初然便说：叶晨把这些钱拿来，给咱们在南太平洋上买了一座岛，又雇了一些保镖和佣人，让我们在那边可以安心生活。那边物价低，就算这件事过不去，咱们这辈子也可以衣食无忧了。马兰表情立刻转变，惊喜地问：叶晨给咱买了个岛，也就是说整个岛都是咱自己的？对，萧初然点点头，说：叶晨都安排好了，我们只管过去好好生活，能确保咱们衣食无忧。但你们一定要记得，绝对不能让人知道咱们一家3口在哪，否则的话，这些都会被人拿走的。马兰松了口气，说：好，你放心，就是我亲爹亲妈，我也绝不联系。说完，又叮嘱萧长坤：你也记住啊，谁都不许告诉，说啥也不能透露咱们一家的行踪给任何人。萧长坤连连点头：这么大的事儿，打死我也不能说啊。说罢，他忽然有些感慨，道：叶晨这还算有情有义啊，骗这些钱都留给咱们了。马兰点点头，感叹道：算咱们家这些年没白养活他。萧长坤想到以后可能都见不到叶晨了，心里倒是有些惆怅，叹气道：说实话，叶晨这小子人不错，就是这2年被人捧成什么叶大师之后有点飘了，要是像以前那样脚踏实地，这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。马兰回想当初，忽然有了一些新的感悟，郁闷地说：哎，你说这个，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俩说。萧长坤问：啥事儿啊？马兰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哎，几年前吧，有次我从叶晨口袋里找到一张银行卡，当时咱不是跟你妈那死老太太闹掰了吗？我手头紧得很，就想着看看叶晨卡里有没有钱，搞点钱去美容院做个脸什么的。我他妈也是运气差，竟然真让我试出了那张银行卡的密码。萧长坤疑惑：你这人也有意思，你都能把叶晨银行卡的密码猜出来，
怎么还说运气差？马兰感觉腿上的旧伤一阵抽痛，咬牙道：你们做梦都想不到，那卡里面有上百亿。多少？萧长坤整个人都懵了，他吐槽道：马兰，你不是没睡醒说梦话呢吧？上百亿是什么概念，你知道吗？买飞机都能买1滴溜了。叶晨就算是给玉皇大帝看风水，人家也不能给他这么多钱啊。马兰以为萧长坤不信他，立刻气恼地说：这是我一生之痛，我还能骗你吗？萧长坤笑了，来，你展开说说，叶晨的银行卡怎么就成你一生之痛了？马兰低着头犹豫挣扎片刻，便将自己偷着把钱转走，后来又被警方带走的经过全说了出来。萧长坤听得目瞪口呆，说：我一直以为你是被传销组织给骗了，警方抓传销才把你抓进去的，没想到竟然还有这种隐情。说到这里，萧长坤拍着大腿，有种感叹：马兰啊马兰，你这娘们儿胆子是真他妈大啊！100亿要是让我看见，我他妈腿都得吓软了。你竟然敢都转到自己卡里，别说那100亿是诈骗组织的，就算真是叶晨的，你真以为这钱转你卡里就是你的了？叶晨要是报警，你这涉案金额不他妈得枪毙个700-800回。马兰脸上也有些挂不住，便说：我当时主要也是一时糊涂，你们也知道，那些年咱们家因为突然不愿意跟叶晨离婚，老被那个死老太太针对，萧长前一家也处处跟我们对着干，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。看到那么多钱，我一下子有点没忍住，总觉得这下可以再也不用受穷了，所以就都转到自己卡里了。没想到竟然是诈骗集团的新手段。说着，他小心地问：你们说叶晨到底有没有参与那个诈骗集团？警方说他也是受害者，但现在看叶晨好像也没那么老实，这段时间给人看风水，看来也是坑蒙拐骗的买卖。萧初然脸上火辣辣的，妈妈偷了叶晨100亿，没想到至今也不知道反思，甚至还怀疑起叶晨与诈骗集团有关，属实让他感觉羞愧难当。于是他打断了马兰的推测，说：妈，你就不要在这瞎琢磨了，我们这几年的好生活几乎都是靠叶晨，往后的路也都是叶晨为我们铺好的，就算不心怀感恩，也不要把它往坏处想。马兰点点头，说：行，我就不多说了。说完，他关心地问：初然啊，叶晨有没有给你关于那个小岛的资料啊？让妈先看看呗。萧初然摇头道：没有什么资料，时间太仓促了，哪来得及准备这么多。不过你放心，那里什么都有，条件绝对不比金陵差。萧长坤笑呵呵地说：哎呀，上次去马尔代夫我就没待够，能有一座自己的岛，那得是什么样的神仙生活，我现在就有点向往了。萧初然说：这一路航行还要挺长时间，为了不被仇家查出线索，叶晨安排护送咱们离开的人，中间还要带着咱们换船。你们先好好休息，养精蓄锐，我去跟他们打个招呼，临时改变策略。萧初然希望唐四海安排的那些工作人员能够配合自己，让爸妈彻底相信叶晨是暴雷之后安排他们一家躲避追杀，这样一来就能确保爸妈永远不会主动产生回滑下去，或者想办法与叶晨联系的念头。